记住，勇气、智慧、心灵。狗兄弟，这是我去年过生日买的火腿肠，吃了你就走吧，我已经身不由己了。希望以后你能找个好人家，别再流浪了。就一根火腿肠，还是过期的？李关门，你是认真的？你什么你？没见过会说话的狗啊！把那个你字收回去，爷听了烦。自我介绍一下，爷叫算了，名字不重要，你叫野狗爷就行。你最好给我解释清楚，不然我现在就把你送到动物研究所，让他们把你解剖了研究。解剖爷？就你？一个连房租都快交不起的破古董店小老板，你出得起解剖爷的挂号费吗？行了，别摆那张苦瓜脸了。爷跟你说实话，爷是上古神犬，下篇是为了渡劫，顺便渡你。渡我？对，渡你。当年我渡劫失败，变成一条流浪狗，你好心收留了我，所以顺便渡你。你知道你什么命吗？天煞孤星，穷鬼转世，八字里面带了个绝字，这辈子要没人拉你一把，你40岁之前穷困潦倒，40岁之后流落街头，最后在桥洞底下冻死，连个收尸的都没有。我有个问题，问你会不会咬人？爷是神犬，不是疯狗。那就行，我去给你买点吃的，你等着，别乱动店里东西。虽然大多都是垃圾货色，但我爹去世前和我说有一件是真东西。哼，就你这破地方还有真东西？这个这是什么？汉代的，品相一般，但胜在是真的，拿去潘家园能卖个3、5万。3、5万？瞧你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儿！难道我爹去世前留下真东西，说的就是这个？你爹留下的真东西不是这个。这里面你打开过吗？没有，钥匙早就丢了。丢了就好。这个柜子里的东西是你能遇到我的根本原因，但现在不是打开它的时候。你现在打开它，活不过3天。你说我打开这个柜子活不过3天，那什么时候能打开？等爷说能开的时候。行了，别想那些有的没的了，先给爷弄点吃的去。再不吃饭就要啃你这破店的门框了。去给爷买2根淀粉肠，要烤出花的那种。对了，再来2斤酱牛肉，要牛街张记的。那个狗爷，淀粉肠可以，酱牛肉能不能先欠着？爷好歹也是上古神犬，居然沦落到跟着一个连酱牛肉都买不起的穷鬼混日子，造孽呀！问题的关键是要找到关键的问题。问题的关键是你别嚷嚷了，万一被人听见。放心，爷说话只有你能听见，这是神识传音，别人听来就是汪汪叫。那你之前说那些话，在别人听来全是狗叫？对啊。那我刚才在街上跟你对话，别人看我就是在跟一条狗对叫。你才跟狗对叫，爷是狗，不是爷是神犬，能一样吗？李关门捂着脸，感觉自己的社会性尴尬已经开始了。但不管怎么说，他有了一个会说话的狗，一条会鉴宝、会怼人、还会画大饼的狗。他隐隐觉得自己的人生好像要开始翻篇了，就是不知道是翻到正面，还是翻到沟里去。李开门起来了，你干嘛那么早？再睡一会儿。爷带你去赚钱啊！你以为爷是来你这儿度假的？我爹和我说过，一生事业终成空，万事功名在梦中。哟，还给爷整上古诗词了。爷告诉你，穷在闹市无人问，富在深山有远亲。不信你看杯中酒，杯杯先敬有钱人。你属于哪种人？应该算是穷人吧。什么叫应该？你就是！赶紧起来给我走！6月的潘家园，空气里有老砖墙和檀木的味道，路边的小摊贩已经开始摆摊了。李关门，你在这条街上混了多久了？3年吧。大学毕业后就来了，3年了还穷成这样，你也是个人才。我爹以前得罪过不少人，我来了之后，人家都不待见我，可怜。你爹得罪人，你背锅，这叫什么？这叫父债子偿。但你也不用太难过，有爷在，从今天起，这条街的天要变了。你别吹牛好吧？那个摊子上，第3排从左数第5个东西，看见了吗？看见了。怎么了？那是清宫旧藏。什么？小声点儿！你想让全世界都知道吗？这个钱胖子不识货，当普通铜件卖，才卖2000。你确定？爷这双眼睛，看错一次我就从潘家园爬着出去。钱叔，早啊！您这摊子上有没有什么便宜的小玩意儿？我拿回去摆店里充充门面。你自己看吧，看上了给你算便宜点。这个铜器多少钱？那个啊，2000，铜的，老物件，做工还行。贵了，钱叔。100行不行？你小子
比我还黑呀！小李啊，你这是存心捣乱吧？咱们同行最低1000。别说话，站起来走。那算了，钱叔，我再转转。哎，小李，回来，800拿走，继续走，别停。 500，最低了，亏本给你了。100，小李，你回来，100拿走。行了，回去拿货。看见了吗？这就是潘家园的规矩，你越想要越不能露怯。钱胖子那个报价底线就是100，你刚才要是直接答应1000，他就知道你看出门道，反而不卖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爷活了3000多年，什么没见过？人类的套路在爷眼里跟透明的一样。这能卖多少？保守估计8万到10万。 10万？别激动，这只是开始。走，下一家。接下来2个小时，狗爷带着李关门在潘家园转了3圈，一共出手5次，都淘到了好东西。咱们花20块钱买的这个黑不溜秋的珠子干嘛？虽然很便宜，这个你先收好，别让任何人看见。为什么？因为这颗珠子和你爹留下的那个柜子里的东西是一套的。什么意思？意思是有人也在找这个东西，而且不是好人。回家，今天的收获够了，再待下去就要被人盯上了。狗爷，你跟我说实话。什么？这些东西真的值那么多钱吗？卖的时候你就知道了。还有，你爹李有道当年不是病死的，他是被人害死的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你爹发现了不该发现的东西，就是那个柜子里的东西。到底是什么？那里面是李有道用命换来的真相，也是你李关门从出生那天起就背负的宿命。你准备好了吗？我准备好了。不，你没有。现在的你太弱了，没钱没人人脉没江湖地位，你现在知道真相只有死路一条。那要等到什么时候？等到你能真正看懂这颗珠子的时候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赚钱啊！你以为爷今天带你捡漏是为了什么？别跟爷谈情怀，伤钱。先把这些东西出了，换点本钱，然后给爷买酱牛肉2斤，牛街张记的。行了，我又不是傻子，张记酱牛肉。爷是怕你被人骗了，你这脑子出门买个菜都能被人多收3块钱。我没有，你上次买凉皮，人家找你赢钱，你数都没数就走了，少找了你2块。回去发现钱少了，把自己气得半死。够了，我去买，我现在就去买。 3天后，除了黑珠子，其余4件全出手了，进账31万。没见过这么多钱吧？我大学毕业后就没见过4位数。瞧你那点出息，30万就把你乐成这样。爷的目标是让你赚3个亿。3个亿，金邦不为弊。你能正经一点吗？行，正经的。你现在有本钱了，但离爷的标准还差得远。钱不是目的，是工具。你需要用这些钱做一件事。什么事？你需要进入潘家园的地下黑市。你以为潘家园这么大一个市场，所有的交易都摆在明面上，真正的宝贝永远不会出现在地摊上，那些有故事的东西都在地下流通。你怎么知道的？爷这几天晚上出去遛弯的时候，路上听别人说的。毕竟谁会在意一条流浪狗？你不是神犬吗？偷听小秘密的时候，我可以是狗。潘家园每周3凌晨2点有个地下交易会，叫鬼市，参加的人不多，都是这条街上有点分量的人物。你需要进去。怎么进？需要有人引荐。马三立马爷，他是潘家园的老人了，跟我爹是拜把子的兄弟。我爹出事后，马爷帮过我不少，他现在是这条街上最有话语权的人之一。你确定他能帮你？不确定，但我可以试试。对了，还有一件事。什么？你最近出门小心一点，今天有人在跟踪你。什么？谁？从银行出来就盯上你了。一个骨瘦如柴的彪形大汉，走路的姿势像是练过的。啊！你怎么不早说？早说怕你紧张。哎，你一紧张走路就顺拐，跟个企鹅似的，那不是明摆着告诉人家你知道被跟踪了吗？我没有。你有，爷观察你3天了，你每次紧张都顺改，这是病，得治。你觉得是什么人？2种可能。第一，你在潘家园捡漏的事传出去了，有人眼红想探你的底。第二，有人注意到你买了那颗黑珠子。那颗珠子到底是什么？现在不能说，但爷可以告诉你一件事。什么？那颗珠子是一把钥匙。开什么的钥匙？你爹柜子里面的东西需要用这颗珠子才能打开，这就是为什么爷让你把它收好，别让任何人看见。
那我今天晚上怎么办？今天晚上哪儿也别去，就在店里待着。爷出去办点事儿。你去哪儿？去会会那个跟踪你的人。狗爷，你没事吧？解决了。那人叫赵虎，是东郊一个地下倒腾物件团伙的喽啰。他们老大叫赵龙，兄弟俩在潘家园外围倒腾一些来路不明的东西。赵虎跟踪你，是因为他们在你常去的那家银行有眼线，看你账户突然多了30多万，想踩点看看你是不是弄到什么好东西了。然后呢？然后爷把他堵在巷子里了。哼，你咬他了？爷是神犬，不是疯狗，能随便咬人吗？行了，不该问的别问了，事情已经解决。赵龙那边应该不会再来找麻烦。不过什么？不过赵龙背后还有人。赵虎说，他们最近在找那颗黑色的珠子。他们为什么要找这个？不知道，但爷会查清楚的。现在睡觉，明天晚上去找那个马爷，让他带你进鬼市。这么快？时间不等人，李关门。你爹留下的秘密不止一个人在找，你必须跑得比他们快。李关门，你怕吗？有点儿。别怕，有爷在呢。自从父亲走后，他一直孤身一人，很久没听过那么温暖的话了。狗爷，谢谢你。少来这套，明天给爷买酱牛肉就行。李有道，你儿子跟你一样是个将种，不过你放心，爷答应你的事一定会做到。周三凌晨1点半，李关门带着狗站在潘家园后街的一条巷子口。记住，进了鬼市少说话，多看多听，不管看见什么东西，别露出惊讶的表情。你越淡定，别人越摸不清你的底。知道了。还有，别叫我狗爷，在里面叫我八爷。为什么是八？因为七爷是白无常，也比白无还厉害，所以叫八爷。怎么着？不服？服。巷子尽头是一扇铁门，门口站着2个人，膀大腰圆，一看就是看场子的。有帖子吗？没有，我找马爷，他约我来的。片刻后，铁门从里面打开了，一个瘦削的中年人走了出来。关门。马爷。马三立看了李关门一眼，又低头看了看他脚边的狗，眉头微微皱了一下。你带狗来？他叫八爷，很乖的，不会闹。跟我来。李关门和狗跟着马三立穿过铁门，走进了一个地下室。地下室很大，少说有200-300平米，灯光昏暗，但布置得很讲究。已经有10几个人在场了，三三两两的聚在一起，低声交谈。鬼市的规矩，不拍照，不录像，不问来历，不保真伪。看上了就谈价，谈成了银货两讫，出门不认。明白。你爹当年是这里的常客，他出事之前最后一次来鬼市，带了一件东西。马爷，是什么东西？马三立没有回答，而是指了指角落里的一张空桌子。你的位置在那儿，你可以带东西来卖，也可以看别人的东西。我帮你报了名，你有一个摊位。马爷，我没什么东西可卖啊。你手上那颗珠子可以拿出来。别紧张，不是我要打听，而是那颗珠子，你爹当年也有一颗。你爹当年在鬼市上拿出来的，就是一颗一模一样的黑珠子。那晚之后第3天，他就住院了。我一直觉得你爹的去世没那么简单，但我查了10年，什么都没查到。你自己保重。马三立转身走了，留下李关门和狗站在原地。他可信吗？我不知道，但我爹信任他。你爹信任的人，未必值得信任。什么意思？意思是他刚才说查了10年，什么都没查到。但你注意没有，他转核桃的那2根手指在提到黑珠子的时候停了一下。那说明什么？说明他在紧张。一个在鬼市混了那么多年的人，提起一颗珠子会紧张，你觉得正常吗？走吧，先去摊位那儿。今晚这潭水
比爷想的要深。一人一狗走向角落里的空桌子，李关门把黑珠子放在桌上，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下。李关门按照狗爷事先交好的说，100万不还价。所有人都觉得他疯了，直到有个人站在他的摊位面前看了很久。李有道的儿子，这颗珠子是你爹留给你的。是，我叫沈金红，这颗珠子我要了，100万，明天打到你账上。答应他，但有个条件，让他告诉你这颗珠子的秘密是什么。我可以卖给你，但我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告诉我，这颗珠子是什么？你不知道？不知道。那你爹什么都没告诉你？我爹走得突然，什么都没来得及说。这颗珠子叫玄珠，一共9颗，散落各处，每一颗都是一把钥匙，合在一起能打开一个地方。什么地方？你爹当年找了一辈子的地方，传说中的昆仑虚。昆仑虚不是神话吗？听说里面藏着很多秘密和宝藏。神话之所以是神话，是因为大多数人够不到。李关门，你爹是个了不起的人，他差一点就找到了，但他犯了一个错误。什么错误？他信任了不该信任的人。沈金红说完这句话，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远处，那个方向正是马三立，然后转身离开了。狗爷，别说话，有人盯上我们了，不止一个。慢慢站起来，正常走出去，别回头。李关门照做了，他把珠子收进新口袋，站起来，装作若无其事地往外走。走到门口的时候，一只手突然搭上了他的肩膀。小李啊，这么快就走了？没什么收获，先回去了。那颗珠子呢？没卖掉？没，要价太高了，没人要。没关系，慢慢来，年轻人路还长。李关门点点头，快步走出地下室，穿过铁门，回到巷子里，一直走到潘家园外面的马路上。马三立刚才拍你肩膀的时候，在你衣领上放了一个东西。什么？别摸，继续走是一个微型窃听器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就是那个不该信任的人。沈金红说的没错，你爹当年信任了不该信任的人，那个人就是马三立。回家，回去之后把衣领上的东西取下来，用塑料袋包好，放进冰箱。为什么放冰箱？冰箱的压缩机有电磁干扰，能屏蔽信号，让马三立听一晚上冰箱嗡嗡声，算是爷送他的小礼物。你真的是狗吗？你猜？你从一开始就知道马三立有问题？不，爷是到了鬼市之后才确认的。怎么确认的？3件事。第一，你爹出事之前最后一次去鬼市带了一颗玄珠，这件事马三立告诉你的时候，他的语速比正常说话快了15%。人在说谎的时候，语速会有微妙的变化。你能听出语速变化？爷活了3000多年，别的本事不说，听人撒谎听了3000年，闭着眼睛都能听出来。第二呢？第二，他告诉你他在鬼市给你报了名，有摊位，但爷注意到鬼市的入场名单是提前3天就定好的，而你是当天才接到通知的，也就是说他是临时决定让你来的。这能证明什么呢？他让你来鬼市的目的不是帮你，而是让你把玄珠亮出来。你想想，你在潘家园捡漏的事儿，赵龙、赵虎知道了，马三立会不知道吗？他知道你手里有玄珠，但他不确定，所以他让你来鬼市，把珠子亮出来，让所有人看见，这样他就能确定珠子在你手里。今晚在鬼市至少有3次机会，他可以让人对你动手，但他没有，因为他还不知道你手里有几颗玄珠，他怕打草惊蛇，所以他放了一个窃听器，想先搞清楚知道多少。那第三呢？我在马三流身上闻到了一股不好的气息。什么气息？你爹去世前一定跟马三立有过接触，而且那种接触是带着恨意的。爷怀疑你爹的去世跟马三立有直接关系。儿子，这店留给你，里面的东西有一件是真的。他当时以为那是一句遗言，现在他明白了，那是一个提示。狗爷，那个柜子现在能打开吗？你想好了吗？我爹用命换来的东西，我要看。狗爷看着他，蓝色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，有担忧，有欣慰，还有一丝……打开吧。李关门从口袋里掏出玄珠，他把玄珠按进去，咔嗒一声，柜门弹开了。柜子里只有2样东西，里面是一封信和一个 U 盘。儿子，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应该已经不在了。不要难过，这是我自己的选择。你从小就问我妈妈去了哪里，现在是时候了。你妈妈没有死，她还活着，她在昆仑虚，需要2把钥匙。你妈妈选择留在里面，让我出来。她留给你一颗玄珠，我也留给你，在你足够强大之前，不要去找她。另外，小心马三立，他曾经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但人心是会变的。这些年他一直在找剩下的玄珠，留给你一个烂摊子。爸爸对不起你，但爸爸相信你，你不会让我失望的。
最后记住一件事，那条狗是可信的。李关门看完信，泪流满面，他跪在地上，手里攥着信纸，肩膀剧烈的颤抖。狗爷安静地蹲在旁边，没有出声。我妈还活着，她在昆仑区。我爹说你是可信的，你到底是谁？李关门，你爹给爷起了个名字，但爷一直没告诉你。什么名字？你爹说爷长得像一条狗，但心里住着一条龙，所以他给爷起名叫龟须。龟须？对，龟须，万流归海，终有所归。你爹说爷的存在就是为了让所有的漂泊都有归宿。那你为什么一直让我叫你狗爷？因为龟须这个名字太正经了，爷不好意思说出口。再说了，狗爷多亲切啊，接地气。狗爷，昆仑虚到底藏着什么秘密？有你母亲，有上古的秘密，有数不清的财富，还有一条真正龙的骸骨。龙的骸骨？对，应龙的骸骨，因为那条应龙正是爷的父。3000年前，应龙云不灭，爷是他的一缕魂魄转世，历经3000年轮回，每一世都在寻找昆仑虚，因为只有在昆仑虚，应龙的骸骨才能复活。而你爹是3000年来第一个找到昆仑窟入口的人，他本可以进去，把应龙的骸骨带出来，但他选择了让你妈妈留在里面，自己出来等你，因为他说有些东西比龙更重要，比如家人。一个周六的下午，李关门在店里整理货品，狗爷趴在门口晒太阳，一切看起来岁月完好。然后一群人走了进来，为首的是一个40来岁的男人，身材魁梧，穿着一件花衬衫，他身后跟着2个骨瘦如柴的彪形壮汉。你就是李关门？是我。你是？我叫赵龙，你应该听说过我。听说过。什么事？听说你最近发了，捡了不少漏吧？手气不错啊。运气好而已。运气好。李关门，咱们明人不说暗话，你在潘家园捡漏的事儿，整个圈子都知道了。有人算出你1个月赚了30多万，这对一个刚入行3年的毛头小子来说，是不是太快了点儿？那是我的本事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关系大了。潘家园有潘家园的规矩，你一个新来的吃独食，不给前辈们留口汤喝，这不合适吧？所以呢？所以你以后收到的货70%归我，我帮你出手，保你安全。赵龙，你知道我店名叫什么吗？有缘阁。怎么了？有缘阁的意思就是有缘千里来相会，你跟我没缘。李关门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你以为你那条狗吓唬一下我弟弟就能吓唬住我？我赵龙在潘家园混了15年，什么场面没见过？他朝身后的大汉使了个眼色，几个大汉往前逼了一步，所有人都看向门口。你这狗还挺横啊，信不信我把你炖了？他的话还没说完，狗突然站了起来，用一种怎么说呢，是一个活了3000年的老怪物看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蝼蚁的眼神。赵龙莫名其妙地打了个寒噤。李关门，我给你3天时间考虑。走出店门的时候，他跟一个人擦肩而过，那个人西装革履，方脸浓眉，眼神锐利，是沈惊鸿。沈惊鸿看了一眼赵龙的背影。麻烦来了，需要帮忙吗？不需要，我自己能解决。有骨气。不过赵龙不是好惹的，他背后有人。谁？马三立。你为什么要帮我？因为我欠你爹一个人情。15年前我刚入行的时候被人骗了，是你爹拉了我一把，这份恩情我一直没还。那你告诉我，你买玄珠做什么？我也在找昆仑虚。啊？为什么？我儿子5年前得了一种怪病，所有医院都治不了。后来我遇到一个人，他说昆仑髓里有一样东西能救他。什么东西？龙散，应龙的唾液，传说能治百病。沈先生，玄珠我可以给你，但不是现在。为什么？因为玄珠一共有9颗，单颗没有用，我需要你帮我一个忙。什么忙？帮我查清楚马三立手里有几颗玄珠。沈惊鸿看了他很久，然后点了点头，成交。沈惊鸿走后，狗从门口走进来，蹲在李关门面前。你确定要跟他合作？不确定，但我需要一个了解内情的人。你不怕他也是坏人？怕，
但我爹说过，人生最大的风险不是信错了人，而是谁都不信。而且你不是说了吗？在我足够强之前保持怀疑，我会怀疑他，也会利用他。李关门，你长大了。少来这套！你昨天还说我脑子不好使。哼，那是昨天的事儿。今天你确实进步了一点。行了，赵龙的事儿你打算怎么处理？不处理。不处理？对，他给了我3天时间，3天之内他不会动我。这3天我要做一件事。什么事儿？我要参加潘家园1年1度的鉴宝大会，让整个潘家园都知道我李关门和狗爷你不是好惹的。如果你在鉴宝大会能拿出一件让所有人惊艳的东西，就能一夜之间在潘家园站稳脚跟。你这个想法挺好的，问题是你有什么宝贝？狗爷，你当初在角落找到的那块汉代铜镜啊？你确定那块铜镜虽然是真的，但品相一般，估价也就3-5万。这个级别的货色，在鉴宝大会上排不上号的。不过，也许这个东西能帮你。狗爷站起来，走到了店的尽头，在墙角里翻找了起来。不一会儿，狗爷用爪子扒拉出一个脏兮兮的卷轴。你爹藏的东西，在你店里的夹墙里面，爷前几天就发现了，一直没告诉你。狗爷，为什么不和我说？我感觉你就像4标形，具有不稳定性。李关门接过卷轴，小心翼翼地展开，里面是一幅画，画的是山水，远山如黛，近水如镜，中间一叶扁舟，舟上一个人独坐垂钓。整幅画的气韵让人看一眼就挪不开目光。画的落款处有一行小字，8大申人写于最后。8大申人是谁？朱大的真迹。这幅画保守估计800万到1000万。李关门的手开始剧烈颤抖。你确定？爷这双眼睛看错一次，从潘家园爬着出去。我知道了。可是这幅画为什么要藏在墙里面？这幅画里藏着昆仑虽的地图。什么？不过不完整。这幅画只是地图的一部分，另一半在你母亲手里。3天后的鉴宝大会，我就拿这幅画上台。你确定？这幅画的价值太高了，一亮相就会引来所有人的目光，包括马三陵，包括赵龙，包括比他们更危险的人。你不怕，但我更怕的是，像我爹一样，人没了，最后什么都没做成。3天后，潘家园鉴宝大会，3位评委坐在台上，都是顶级的文物鉴定专家，王老先生、陈女士以及潘家园老马三立。李关门站在后台，手里抱着那幅画，手心全是汗。紧张？有点儿。别紧张，记住爷教你的。上台之后，先把画展开，让所有人看一眼，然后别说话，等3秒钟。这3秒钟让画自己说话。然后呢？然后马三立会第一个开口，他会说这幅画是假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不想让你出头，他会用一切手段打压你。但你记住，王老先生和陈女士都是真正的专家，他们的眼力不是马三连能比的。只要他们俩中有一个认出了这幅画，你就赢了。如果2个都认不出呢？那爷就真的要从潘家园爬着出去了。你还有心情开玩笑？爷什么时候开过玩笑？爷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认真的。轮到李关门上场了，他走上台，把画放在展台上，缓缓展开。画面上的山水在阳光下徐徐呈现，远山近水，孤舟独钓，笔墨之间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气韵。整整3秒钟，全场观众鸦雀无声。这是假的。这幅画的笔墨虽然模仿的不错，但8大仙人的真迹用笔应该是更加老辣、更加放纵的。这幅画的笔触过于拘谨，显然是后人仿作。台下响起一片窃窃私语。王老先生没有立刻说话，他凑近看了足1分钟。这是真的。我研究8大生人40年，这幅画的气韵是仿不出来的。仿作可以模仿笔法，但模仿不了灵魂。我同意王老师的看法，而且是8大生人晚年的一件精品，尤其是这个最后的题馆，在传世作品中极为罕见，保守估计1000万以上。全场观众沸腾了，1000万！一个在潘家园犄角旮旯里开了3年店，月入300的穷小子，拿出了一幅1000万的画。马三立的脸色变得极其难看，他的嘴角抽动了一下，手指不自觉地攥紧了桌边，但他很快恢复了平静，甚至还鼓了鼓掌。马三立的脸色你看见了吗？看见了，像吃了3斤苍蝇。他接下来会怎么做？2种可能：第一，直接动手抢；第二，找人来对付你。大概率是第2种。马三立是个老狐狸，他不会亲自出手，但会借别人的手。那就面对疾风吧。成名之后的第3天，麻烦就来了，不是赵龙，也不是马三立，而是一个完全没想到的人。你是李关门？是我。你是？我叫周牧之。周先生，你找我什么事？周牧之没有回答，
而是环顾了一下店里，目光在货架上的古董上扫了一圈，最后他的视线落在了简躲在趴在门口的狗爷身上，停留了2秒。你的狗很有意思，它就是条普通的狗，普通的狗可不会用那种眼神看人。李关门，我不跟你绕花子，我来是为了一颗珠子。什么珠子？你手里有一颗，你父亲手里也有一颗。我还知道你上个月在鬼市上试图卖过一颗，要价100万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圈子很小，鬼市上没有秘密。李关门沉默了一会儿，他看了一眼狗爷，狗爷微微摇了摇头，眼神里的意思很明白，别信他，但可以听听他说什么。周先生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想说的是，你父亲李有道15年前找到了一样东西，一样让很多人眼红的东西。那些人里有一个叫马三令，你父亲不是病逝，他是被马三令害的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因为我当年也在场。15年前，你父亲马三立还有我3个人一起找到了昆仑虚的入口。你父亲手里有一颗玄珠，马三立手里有一颗，我手里也有一颗，3颗合在一起就能打开入口。但打开之后，里面还有3道考验。你父亲进去了，马三立和我没进去，不是不想进，是不敢。为什么？因为考验的第一关是贪婪，马三立太贪了，他过不去，我也过不去。只有你父亲心里干净，进去了。他进去之后发生了什么？他在里面待了7天，出来的时候手里多了2颗玄珠，加上原来的3颗，一共5颗。他说还有4颗分布在5湖4海，集齐9颗就能彻底打开昆仑虚，得到最终的秘密。马三林动了贪心，他想抢那2颗玄珠，你父亲不给，2人起了冲突。马三林当时没有得手，但他记恨在心。后来他用慢性毒药花了8个月，要了你父亲的命。你告诉我这些，你想得到什么？我想要马三立的账本，他手里的账本记录了20年来的所有交易，买家、卖家、金额、物流，账本里有我的名字。15年前，我帮马三立处理过一批来路不明的货，虽然不是主谋，但是我也很危险，随时都可能问题。你想拿回那页记录？对，你帮我拿到账本，我把马三立走私网络的全部证据交给你。你手里有玄珠，你背后还有一条不简单的狗，你是唯一能扳倒马三令的人。你凭什么让我相信你？周牧之从口袋里掏出一个 U 盘，放在桌上。这里面是马三连过去5年的一部分交易记录，你先看看，再决定信不信我。下周6是马三林的60岁生日，他会邀请你，因为你手里有玄珠，他想盯着你。到时候你有机会进他的书房，账本就在书房的保险柜里，密码是马三林女儿的生日，6位，你自己查。说完，周牧之站起身，朝门口走了出去。李关门，你父亲是个好人，他不该是这个结果。狗爷，爷听到了，这个人说的话一半真一半假。哪一半真？你爹进昆仑虽的事儿是真的，马三烈毒害你爹的事也是真的，账本的事也是真的。那哪一半是假？他帮你是为了自保，他的那份记录一定不只是处理过一批货那么简单，他可能是马三林的重要合伙人，他怕马三林被抓后就怕他把自己供出来，所以要先下手为强。那我们还要不要跟他合作？要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，利用完了再决定怎么处置他。李关门深吸了一口气，爷这次不能陪你了，你要小心。为什么？无奈啊，私人宴会不允许狗入内。你不是神犬吗？神犬也是狗啊。周6傍晚，李关门来到了马三离的宴会，他端着酒杯在大厅里走动，表面上在社交，实际上在观察别墅的布局。周牧之给他的情报说，马三离的书房在2楼走廊尽头，账本在书房的保险柜里，但他需要一个机会上楼。宴会进行到一半，马三立被一群人围住敬酒，注意力分散了。李关门趁人不注意，悄悄溜上了2楼。2楼很安静，他沿着走廊快速前进，找到了书房。门没锁，大概是因为马三立没想到有人敢在他的地盘上动手。他拿起笔记本，翻开一看，密密麻麻的记录，每一笔都是交易的详情、时间、物品名称、买家、卖家、金额、物流渠道。他连忙拿上账本和玄珠，刚准备走，突然门开了。你在做什么？我找洗手间，走错了。林若雪没有回答，她
他走进书房，关上了门。找到了吗？什么？账本找到了吗？我不是马三立的人，我是周牧之派来的。他说你需要帮手，马三立已经怀疑你了。刚才在楼下，他让人查了你的位置，你还有不到5分钟的时间离开这里，否则就走不出去了。快走，从后门，我帮你拖住他们。李关门点了点头，打开窗户，翻身跳了出去，落在花园的黑豹般丛里，借着夜色快速翻过围墙，消失在巷子里。狗爷拿到了，走去找周牧之，他答应过我，拿到账本他就把马三立的证据给我。行，打电话给他。李关门拿出手机，拨通了周牧之留给他的号码。电话响了3声，接通了。拿到了，你在哪儿？城东老工业区第3棉纺厂旧址。你一个人来？为什么去那种地方？因为安全，马三令的人找不到这里。来吧，我等你。李关门，不对，哪里不对？他让你一个人去，他明明知道你有狗的。也许他觉得狗太显眼。哼，不，他知道爷会说话。周牧之第一次来店里的时候，看了爷2眼，那眼神不是看狗的眼神。他知道爷不简单，他让你一个人去，说明他不想让爷在场。你是说，周牧之可能不是想帮你，他是想拿到账本，然后灭口。那我们还去不去？去，但不去见他，也有更好的办法。第2天一早，马三立被相关人员带走了，不是李关门报的案，是周牧之，准确的说是狗爷用周牧之的手机报的案。昨天晚上到了棉纺厂旧址，但没有进去，狗爷从窗户溜进去，看到了周牧之的布置，3个人都带着武器。周牧之根本不是要证据，是要夺账本灭口。狗爷偷走了周牧之的那颗玄珠和手机，把他手机里的证据群发给了手机通讯录里的所有人，包括媒体记者，然后报了案，说棉纺厂旧址有人非法持有武器。便衣赶到的时候，周牧刀和他的同伙还没来得及跑。高兴吗？说不清。我爹的仇报了，我应该高兴，但想到马三立曾经是我爹最好的朋友，又觉得人心是会变的。你爹到最后都相信马三立会回头，但他没有。这不是你爹的错，是马三立自己的选择。而且，马三立虽然被抓了，但事情还没完。什么意思？玄珠还有6颗没找到，昆仑虚还没打开，你母亲还在里面，你的任务清单还长着呢。你就不能让我高兴一会儿再提醒我？爷是为你好，高兴过头容易犯错误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对了，沈金红那边有消息了吗？正想跟你说，沈金红查到剩下的6颗玄珠全部都在海外，那岂不是要坐飞机到处跑？我想问，狗能坐飞机吗？我无所谓的，不给坐你就自己去吧，没你可不行啊。要不你就跑着去吧。历时3个月，李关门和狗终于找齐了剩下的玄珠。车开了3天，终于到达了昆仑山脉那个古老山洞的脚下。就是这里了。进去之后，你会面临3道考验。记住，勇气、智慧、心灵。那是什么？第1道考验勇气，不是你敢不敢打架，而是你敢不敢面对自己的恐惧。第2道考验智慧，不是你有多聪明，而是你愿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无知。第3道考验心灵，不是你有多善良，而是你愿不愿意为别人牺牲自己。能做到吗？不知道，但我可以试试。那就去吧。李关门深吸一口气，迈步走向洞口。走了几步，他停下来，回头看着狗爷。狗爷，你不进来吗？爷不能进去。为什么？因为爷是应龙的魂魄。昆仑虚是应龙的陨落之地，魂魄进入陨落之地，会消散。
别磨叽了，快进去，爷在这儿等你。3天之内你要是出不来，爷就……李关门看着狗爷，泪水模糊了视线。出来之后别忘了给爷买酱牛肉、牛街张记的，还要淀粉肠、烤出花的。李关门笑了，泪水顺着脸颊滑落。他转过身，走进了洞口。而这个故事，可能才刚刚开始。